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21章。進攻。希爾弗一走，船長就轉過身來，他一直仔細地觀察着希爾弗。他發現除了格雷，我們其他人都不在自己的崗位上。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生氣。回到你們的崗位，他大聲吼道。然後當我們走向各自的位置時，他又補充說：格雷，我會把你的名字記在航海日誌上。你一直堅守崗位，像一個好水手一樣。特里勞尼先生，我真對你感到驚訝。醫生，我以為你穿上了國王的軍裝。如果你在豐特努瓦也是這樣服役的，先生，你最好待在你的船艙裡。醫生的衛隊已經回到了各自的射擊孔旁，而其餘的人則忙着裝備用的火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所有人都因為受到斥責而臉紅耳赤，正如俗話所說，感到難堪。船長沉默了一會兒，看着我們，然後他說：孩子們，他說，我故意激怒了希爾弗。他剛才說了，1個小時之內，他們就會進攻。我不需要告訴你們，他們的人數比我們多。但是我們會在一個有掩護的地方戰鬥，直到1分鐘前，我還會說，我們會紀律嚴明地戰鬥。我毫不懷疑，如果我們願意，我們可以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。然後他巡視了一圈，告訴我們，一切都準備就緒了。在房子的2個短邊，東邊和西邊，只有幾個射擊孔。南邊有2個，那裡是門廊。北邊有5個，我們7個人有20多支火槍。木柴被堆成4堆，我們可以稱之為桌子，大致位於每一邊的中間。在每一邊，在每一張這樣的桌子上，都放了一些彈藥和4支裝好彈藥的火槍，方便防守者使用。房間中央放着1排馬刀。把火弄滅，船長說，現在不冷了，而且我們不希望煙霧影響我們的視線。特里勞尼先生把裝着火的火盆端了出來，然後把炭火埋在沙子裡熄滅了。霍金斯還沒吃早飯，你自己拿點吃的，霍金斯，然後回到你的崗位去吃。斯莫利特船長繼續說，快點，孩子，在你吃完之前，你會需要他的。亨特，給每個人倒1杯朗姆酒。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，船長在心裡計劃着防禦。你負責門口，醫生，他繼續說，小心，不要讓自己暴露。待在裡面，從門廊裡射擊。亨特，負責東邊。喬伊斯，孩子，負責西邊。特里勞尼先生，你的槍法最好。你和格雷將守在北牆，那裡是最長的牆，負責5個射擊孔。那裡的危險最大。如果他們能靠近它，並通過我們自己的射擊孔向我們射擊，情況就會變得很糟。霍金斯，你和我都不是好槍手，所以我們將負責裝填彈藥，並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。正如船長所說，寒冷已經消失了。太陽一升到我們周圍樹木的上方，就開始直接照射到院子裡，把霧氣都驅散了。沙子很快就被曬熱了，木屋原木上的樹枝也融化了。我們脫掉了外套和夾克，解開了襯衫的領口，讓它滑到肩膀上。就這樣，我們每個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因為炎熱和緊張而感到焦躁不安。1個小時過去了。把他們絞死，船長喊道，這比赤道無風帶還無聊。格雷，吹點口哨，看看能不能招來風。就在那時，進攻開始了。請問，先生，喬伊斯說，如果我看到有人，我應該開槍嗎？我說了，船長大聲說。謝謝您，先生。
喬伊斯平靜地回答。有一段時間什麼也沒發生，但是這句話讓我們都緊張起來。我們努力睜大眼睛，豎起耳朵。那些拿着火槍的人已經準備好了。船長站在木屋的中央，緊閉着嘴，皺着眉頭。就這樣過了一會兒，突然喬伊斯拿起他的火槍，開了火。槍聲剛落，從外面就傳來了一陣又一陣的槍聲，像一排鴨子一樣，從院子的四面八方射來。一些子彈擊中了木屋的原木，但沒有一顆穿透它。當煙霧散去時，柵欄和周圍的森林和以前一樣平靜荒涼，沒有樹枝移動，也沒有槍口的火光暴露我們的敵人。你打中了嗎？船長問。沒有，先生，喬伊斯回答說。我想沒有，先生。我們該怎麼辦？斯莫利特船長咕噥道，給他的槍裝彈藥。霍金斯醫生，您認為您那邊有多少人？我確切地知道，利弗西醫生說，這邊開了3槍。我看到了3個火花，其中2個靠得很近，第3個稍微靠西一點。3個，船長重複說。特里勞尼先生，您估計有多少人？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。從北邊開了大量的槍，鄉紳估計有7槍，格雷估計有8、9槍。從東邊和西邊分別只開了1槍，因此很明顯，攻擊將來自北邊，而其他3邊只是用來騷擾我們。但是斯莫利特船長沒有改變他的安排。如果叛亂分子能夠越過柵欄，他們就會佔領所有沒有防守的射擊孔，像老鼠一樣在我們的堡壘裡獵殺我們。雖然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思考，突然發出一聲尖叫，一小群海盜從北邊的樹林裡衝了出來，直接衝向柵欄。同時，他們再次從樹林裡開火，一顆步槍子彈呼嘯着穿過門口，把醫生的火槍打碎了。攻擊者像猴子一樣爬上了柵欄，鄉紳和格雷開了槍，又開了槍，3個人被打倒了，其中1個向前倒在院子裡，另外2個向後倒在外面。但是在這2個人中，有1個人顯然更多的是害怕而不是受傷，因為他1秒鐘之內又站了起來，迅速躲進了樹林裡。2個人倒下了，1個人逃跑了，另外4個人成功地在我們的防禦工事內站穩了腳跟。與此同時，在樹林的掩護下，7、8個人，很明顯，每個人都帶着幾支火槍，對木屋進行了持續但無效的射擊。那4個衝進院子裡的人直接衝向木屋，邊跑邊喊，而那些躲在樹林裡的人也在喊叫，為他們的同伴鼓勁，開了幾槍，但是射手們太匆忙了，似乎沒有一槍擊中目標。很快，4個海盜爬上了山坡，向我們衝來。水手長約伯·安德森的頭從中間的射擊孔探了出來。衝啊！衝啊！他用雷鳴般的聲音喊道。與此同時，另一個海盜抓住亨特的火槍槍管，從他手中奪走，用槍托猛擊射擊孔，把可憐的人打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與此同時，第3個海盜毫髮無損地繞着木屋跑，突然出現在門口，揮舞着馬刀向醫生撲去。我們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幾分鐘前，我們還在安全的地方向暴露在外的敵人射擊，現在我們自己暴露在外，無法還擊。木屋裡充滿了煙霧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們。到處都是尖叫聲、混亂、火光和手槍射擊聲。這時，一個響亮的喊聲在我耳邊回盪：“出去，孩子們，出去！讓我們在開闊地和他們戰鬥！拿起馬刀！”船長喊道。我拿起一把馬刀，同時另一個人也拿起一把。
並在我的指關節上砍了一下。我幾乎沒有感覺到。我衝出門外，發現自己置身於耀眼的陽光下，有人緊隨我身後，但我不知道是誰。就在我前面，醫生正追趕着他的攻擊者下山，一記猛烈的橫掃，把那人砍倒在沙地上，臉被劈開了。繞着木屋跑，孩子們，繞着木屋跑！船長喊道。儘管戰鬥混亂，我還是聽出了他聲音的變化。我機械地服從了命令，轉向東方，舉着馬刀，跑着轉過了木屋的拐角。我立刻與安德森面對面。水手長發出一聲咆哮，他的馬刀在空中舉起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我沒有時間感到害怕，而是當馬刀懸在我頭頂，威脅着要落下時，我向一側跳去，腳在沙地上一滑，直挺挺地摔倒在地，滾下了斜坡。幾分鐘前，當我離開木屋時，其餘的叛亂分子已經爬上了柵欄，準備結果我們。其中一個戴着紅色睡帽，嘴裡叼着馬刀的人，甚至已經把一條腿跨了過去。好吧，時間過得如此之快，當我再次站起來時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樣。戴紅帽子的那個人還在柵欄中間，正在往裡下。另一個人的頭剛剛開始從柵欄上方露出來。然而，就在這短暫的時刻，戰鬥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。緊隨我身後的格雷，在那個強壯的水手長還沒來得及從他失誤的一擊中恢復平衡之前，就一刀把他砍倒了。另一個海盜在準備通過一個射擊孔開火時被擊中，現在他正痛苦地躺着，手裡還握着冒煙的手槍。我自己也看到，醫生一擊就結果了第三個人。爬上柵欄的4個人中，只有一個毫髮無傷地逃脫了。此時，他扔掉了馬刀，正帶着對死亡的恐懼再次爬上柵欄。開火！從木屋裡開火！醫生喊道：“你們再次躲起來，孩子們！”但是沒有人聽他的話，沒有再開槍。最後一個襲擊者逃脫了，並與其他逃脫者一起消失在樹林裡。3秒鐘之內，在攻擊者中只剩下倒下的5個人，4個在院子裡，1個在柵欄的腳下，在外面。醫生格雷和我飛快地跑去尋找掩護。幸存者很快就會回到他們放棄火槍的地方，槍戰很可能會隨時重新開始。到那時，木屋裡的煙霧已經散去了很多，我們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我們為勝利付出了什麼代價。亨特躺在他的射擊孔腳下，不省人事。喬伊斯躺在他的射擊孔旁邊，頭部中彈，再也站不起來了。而在房間的中央，鄉紳扶着船長，2人都同樣蒼白。船長受傷了，特里勞尼先生說。他們逃跑了嗎？斯莫利特先生問。那些能逃跑的人，是的，你可以肯定，醫生回答說，但是有5個人再也無法跑了。5個，船長喊道，哎呀，那更好了，這邊5個，那邊3個，讓我們變成了4對9。現在的比例比開始時好，當時是7對19。或者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，那和真的發生了一樣糟糕。